乌军 F-16 连续击落11枚俄巡航导弹，持续忽悠乌克兰。乌军展开报复打击，出动无人机、导弹袭击俄本土16区，派遣特种部队摧毁俄军战机和后勤设施。朝鲜特种兵加入库尔斯克战场，误杀8名俄军。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彭博社和基辅独立报的综合报道，12月13日，俄罗斯花费超10亿美元，向乌克兰境内的11个州发射了94枚导弹和193架无人机。14日夜间，又发射132架无人机进行袭击。袭击发生后，乌克兰紧急出动战机，启动防空系统，发射便携式导弹等进行拦截。现场流出的画面显示，乌克兰领空硝烟不断，大量导弹、无人机在空中被击毁爆炸。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报告称，13日，乌军共击落俄军81枚导弹、80架无人机，另有超过105架俄军无人机受到乌军电子干扰而失去作用。14日，则击落了58架俄军无人机，另有16架受电子干扰而失去作用。总体而言，乌克兰在得到欧美援助后的防空系统和拦截弹后，拦截效果还是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乌军 F-16 在防空战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在空袭开始时，乌克兰空军就紧急出动 F-16AM 进行升空拦截，前后共击落了11枚俄军巡航导弹，这打破了乌军 F-16 以往的作战记录。在月初，规模差不多的防空战中，乌军 F-16 曾创下拦截7枚俄导弹的记录，如今不到半个月，这个数量翻了近1倍，可见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的熟练度和 F-16 对战斗局势的改变正与日俱增。至于战斗后的损失，截至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数据传出。不过，俄军的空袭还是影响到了乌克兰的民众生活。如在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有一座养牛场被俄军导弹击中，导致11头奶牛不幸遇难。又或是自13日开始，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等被俄军导弹和无人机重点关照的地区出现了部分停电情况，甚至当地的乌克兰民众都被迫到地铁站躲避空袭。当然，在事后也不出火力军所料，乌克兰展开了报复性反击。据乌总参谋部报道，14日凌晨，乌克兰特种部队和乌军发射了大量无人机，袭击了俄本土16个区，其中奥梅尔市的冈马油库受损最为严重。据悉，冈马炼油厂隶属于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是俄国最大的石油企业，该厂内部有7个油罐，储油量达到了1万立方米。目前详细的损失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报告显示，弹火持续燃烧了数小时都未熄灭，估计受破坏的程度不会太小。更为关键的是，冈马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仅170公里，它遇袭后势必将影响前线俄军的能源供给。而在此前一天，乌克兰还袭击了罗斯托夫的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和位于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型俄军需品仓库，后者的失火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有报道称，该仓库是俄军苏34战机的制造地，也是俄军大量燃料、光学仪器和化学品的加工厂。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此事，具体损失有待验证。不可否认的是，针对俄罗斯能源基地的打击已成为近期乌军的行动重点。此外，据乌克兰情报部门12月14日报道，乌克兰特种部队还在乌克兰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克连姆斯克机场烧毁了一架苏30战斗机和3台俄罗斯铁路机车，影响了俄军的攻击和后勤运输物资。乌情报部门还放出豪言称，将对俄本土更多高价值目标实施打击。其实，无论是在俄本土还是在前线战场，乌克兰特种部队都称得上是中流砥柱。不仅依靠灵活战术不断袭扰俄军补给线，还通过配合其他部队对俄军高层进行清除。火力军印象最深的是在开战之初，乌特种部队在国土防卫部队的支援下，依靠机动灵活的反装甲小队不断打击俄军后勤线，迫使长达60公里的俄军装甲机群停止前进，最终无法攻入基辅，为乌军主力取得了宝贵时间。可以说，如今的乌克兰特种部队是继紧调之后的又一个实力巅峰。乌克兰最著名的特种部队无疑是内务部的金雕，但可惜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因犯错而被迫解散。为了弥补这部分战力的损失，乌克兰高层就计划在军队内部组建新特种作战部队。当然，在乌克兰军队内部组建特种作战部队，早在2011年就被乌克兰总参谋部提出。2014年的事情是导火索，让乌克兰高层开始了积极筹划。最终又经过5年的努力，于2019年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正式明确了乌克兰特种部队的确立和一系列该有的标志。据悉，乌克兰新特种部队以狼人为标志，战斗口号为我来找你了，其意思是宣战。该部队主要由乌军各部队抽调组成，现有约 1.5 万人，主要由心理作战中心、特种作战部队和保障部队组成。心理作战中心顾名思义，就是对情报的收集支持、舆论战等，
目前主要由第16、第72、74、83这4个信息和心理作战中心组成，分别负责乌克兰北方、东方、西方和南方的任务区，驻地分别在惠瓦、波罗瓦里、利沃夫和奥德萨。特种作战部队包括陆海空特战单位，其中地面特战单位主要由第140特战中心、第8独立特战团、第3独立特战团、第47特别用途分队、第7乌克兰志愿集团军以及游骑兵团和附属地面作战单位组成。海上作战单位只有第73海上特种作战中心，其前身为苏联海军的第17海上特别用途旅，目前是乌克兰南部特种作战中心，驻地在尼古拉夫州奥恰科夫市。该中心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进行侦察、破坏和扰乱控制点，如破坏敌人船舶、航道堡垒等。空中特战单位也是只有一个，即第35混合航空中队，驻地在乌克兰文尼察州的哈夫里西夫卡基地，距离首都基辅约160公里。不过2022年3月6日时，泽连斯基正式称该机场已被俄军发射的8枚导弹击中而完全炸毁。最后的保障部队包括第142训练中心和第99总部和支援营，驻地分别在日托米尔地区、比尔季切夫和基辅布罗瓦里，后者还是第142训练中心的教学保障营。在特种装备上，乌特种部队成立之初最常用的还是苏联时期制造的武器，虽有一定进步，但整体改变不断，如 FORT-14TP 手枪，仅加装了战术手电筒和消音器。但在2016年后，乌克兰特种部队加速了武器的更新换代，并积极培训和使用北约先进的特战装备，如美制的萨维奇、巴雷特等狙击步枪。此外，乌克兰还积极投入新特战装备的研发和新战术的探索，如2016年登场专为乌克兰伞兵和步兵装备的 M60迫击炮就是其中之一。据悉，这是一种高机动杀伤武器，总重19公斤，有效射程3700米，最大射程5500米，伞兵版本为10000米，最大射速能达到每分钟25发。又或是在新战术探索上，乌克兰开发出了无人机的多种战术应用，如无人机和无人艇、无人机和火炮、地雷等。总体而言，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武器正在高速发展，不仅能在反恐战争这种低强度战斗中发挥作用，也能在乌俄这种高强度的全面战争中存在巨大潜力。等到北约武器接收和训练完毕，乌克兰特种部队将成为第一个与北约兼容且能独立侦察和打击的特种部队，成为俄罗斯的重大威胁。前线方向，俄罗斯也首次承认派遣朝鲜特种部队协助俄军作战。战争研究所12月15日援引泽连斯基的话表示，俄军已在库尔斯克部署朝鲜士兵进行步兵突击，并遭受了明显的损失。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安德烈·列克斯尼克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朝鲜特种部队为了获得实战经验，正在协助俄罗斯作战。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入俄朝军是根据两国签订的互助协议行动的，是合法的。这让火力军怎么说？好像很早之前就有消息传出，俄罗斯用技术和粮食换来了12000名朝鲜士兵，并且已经多次与乌军多次在库尔斯克地区交手，只不过俄方曾给予否认。现在是不装了，公开承认了相关援助。至于朝鲜援助了的是哪支特种部队？综合朝鲜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为了帮助俄罗斯，朝鲜把被称为暴风军团的特种作战部队下属最精锐的4个旅，共计12000名士兵派往了俄罗斯。据悉，暴风军团驻地在平安南道德川市，其是以朝鲜特殊8军团为母体创立的最精锐特种部队，其麾下有被称为闪电的轻步兵旅和被称为雷鸣的航空陆战团，以及被称为雷击的狙击旅等10个旅。据推测，其兵力总规模达4万至8万人。俄罗斯派遣朝鲜士兵协助参战，其目的应该是借助朝鲜目前模拟的山地、丛林、城市巷战等作战经验，试图在前线战场灵活穿插，扰乱乌军防线。就好比阿富汗的塔利班游击精锐一样，在山区以小股力量频繁突袭美军后勤线，从而改变局部战局。但俄罗斯这样的想法注定成功，因为朝鲜特种部队虽然号称世界第1大特种部队，规模20万，但其实和朝鲜普通部队一样。在冷战结束后，朝鲜失去苏联支持后，其武器装备已经跟不上时代，再加上现代战场的电子干扰、伪装技术升级，让情报收集异常困难，因此依旧还是传统作战模式的朝鲜特种部队战力将大打折扣。这一点从朝军向俄罗斯部队开火就能看出来。基辅独立报12月15日援引乌情报局消息称，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与车臣阿尔马特并肩作战时向友军开火，直接清除了8名俄军士兵。乌情报局表示，该事件是俄朝两国语言障碍的结果，并声称截至12月14日已有约200名士兵因此丧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误击情况的发生还是俄军第22摩托化步枪团、第810海军步兵旅以及阿尔马特特种营对朝鲜士兵进行了数周培训的结果。由此可见，朝鲜特种部队的作战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一时半会儿无法和俄军配合到一起的。
或许也正是如此，朝鲜在试图借助高强度现代化的乌俄战争来磨砺特种作战技巧，从而实现全方位战力的提升，借助俄罗斯这只鸡来为自身军事现代化进程按下快进键。此外，在朝鲜国内，金正恩也在重塑军事力量和架构，如建立所谓的不对称能力，研发核导弹，储备5000吨化学武器，以及成立6800名黑客的神秘网络部门等等。虽然有些消息尚无法得到证实，但朝鲜的改变无疑是担心自己步俄罗斯后尘。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俄罗斯将在白俄罗斯部署针数导弹系统。此前，俄罗斯使用该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一家工厂，以作为乌军发射远程导弹袭击俄境内纵深目标的警告。而在当时，乌克兰的防空和反导系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拦截。随着北约向波兰派遣重兵，俄罗斯试图再次用部署该导弹的行动来对其做出警告。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境内有30处地点可适合部署针数导弹系统，这些地点在过去也曾部署过苏联的战略核导弹，但卢卡申科并未透露这些地点的具体位置。此外，白俄罗斯还将在境内生产针数导弹系统的发射装置，配套的导弹则由俄罗斯提供，至于针对的打击目标将由白俄罗斯选定，而打击目标的操作流程则由俄罗斯负责。按照白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针数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且至少20枚以运抵白俄罗斯。一旦该国遭遇冲突，他们将选定在1000至2000公里距离内对其有威胁的导弹基地、空军基地等重要设施为目标。这可能将不仅是乌克兰和波兰的某些地区，甚至还可能包括德国的一些地区，因为美国已计划在德国部署中程导弹，而在白俄罗斯部署针数导弹也算是俄罗斯的一种回应。据 Defense 24报道，乌克兰再次创造了一项新世界纪录。报道称，乌克兰炮兵使用波兰提供的谢氏自行火炮发射精准制导炮弹，成功击中了70公里外的目标。不过，事件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待进一步披露。而乌军之所以打得这么远、这么精准，除了北约援助的先进武器和炮弹原因外，也离不开自己本身的技术。要知道，在二战时期，乌克兰的炮击能力在苏军中是非常出名的，尤其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成为了当时苏军的3大王牌之一。据悉，乌军最常用的炮击方式是多站位的交叉定位、无人机激光照射，以及与制导炮弹相结合的各种打击方式。同时，乌军也凭此技术对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如前段时间的顿涅茨克渡河战役，乌军炮弹直接命中了6米宽的俄军浮桥和渡口两侧大量的俄军坦克、装甲车。而近期，据乌克兰发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装甲车损失了14500辆，乌军则为5200辆，装备损失几乎高达3比1，甚至在库尔斯克地区更高，达到了4比1。仅在一块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就有大约90辆损坏的俄军装甲车，而同样的面积区域内，乌军装甲车仅损失了20辆左右。俄军有这么高损失比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对俄罗斯的制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制裁已经导致俄罗斯军工业所获设备质量降低，甚至已让一些俄工厂倒闭，无法及时修复和补充俄军战损的装备和消耗的弹药。如位于叶卡捷琳堡的俄军第1311坦克储存中心，在战争刚爆发时，这个储存中心只存了大约300辆坦克，但到了今年3月，就有460辆被击伤的俄军坦克需要维修。可见，俄罗斯军工业已经超负荷运转了，但仍无法解决问题。目前，俄罗斯只能起封库存的老旧装备顶一顶。前线俄军存在严重的武器质量堪忧、数量不足问题。战机上的很多创造灵感都来自于大自然，如机头探测器和海鸟、机翼抗震颤和蜻蜓、导航仪和苍蝇，以及雷达和蝙蝠等等。而最近，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一款可在多种环境起降的定翼无人机 Raven。该无人机最大的特点是舍弃了起落架，改采一对仿制鸟腿，使其能跑能跳，跨越障碍物，甚至弹跳起飞，无需跑道。此外，在实际应用中， RAVN 无人机展示了其卓越的能效和长续航能力。与传统依赖4个电机的4旋翼无人机相比， Raven 利用单电机结合滑翔的飞行方式，能用更少的能量飞得更远。而且通过智能算法， Raven 无人机实现了自主飞行，这一特点使它能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应对突发事件，其非常适用于探测恶劣环境。据综合报道，美国海军已和 RTX 公司签署合约，扩大对 ALQ-2491 干扰吊舱的采购，从而提高 EA-18G 电站能力，适应现代化战争。据悉，
这款新型干扰吊舱原本是9月初就应该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但由于测试时遇到了诸多技术难题，不得不进行延宕。但考虑到俄罗斯与日俱增的威胁，美国海军最终决定通过与 RTX 公司签署$5.9亿合约，提高 ALQ-2491干扰吊舱的生产效率。报道称，新型干扰吊舱预计2028年进行作战部署任务，以维系美军制空作战与对面打击的优势。而且，由于这套干扰吊舱原先是由 RTX 与澳大利亚空军合作开发，因此澳军的 EA-18G 未来也将装备与美军之间也再次提升了作业互通性。至于新型干扰吊舱的载体 EA-18G 本就是在 FA-18EF 超级大黄蜂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因此保留了超级大黄蜂优异的机动性能以及全部的武器系统，被称为当今战斗力最强的电子干扰机，曾在利比亚战争和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打得敌人防空系统和坦克部队抬不起头。当然最屌的还是 EA-18G 的电子攻击手段，在携带 ALQ-218V 战术接收机和 ALQ-99 电子干扰吊舱时，EA-18G 就能在160公里外对敌方雷达等电子设施实施干扰压制。曾在2009年美国空军内部的对抗演练中，使 F-22的雷达系统彻底瘫痪，之后凭借着超强的机动性，飞到失明的 F-22身后，迅速结束了战斗。而新版的 ALQ-2491干扰吊舱，报道称具备更优异的电站攻击能力与范围，美海军制信息权将得到极大提升，未来战场可能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种类的攻防一体的电子战机。美澳联手研发的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幽灵鲨近日完成了连续100小时的水下航行测试，创下同级潜航器续航的新纪录。据海军新闻报道称，幽灵鲨由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研发，是澳大利亚海军幽灵鲨计划的核心。报道称，幽灵鲨最大的优势是其能长时间的隐形潜航能力，能在水下连续数周执行任务。同时，幽灵鲨还采用模块化设施，可以快速更换传感器、通讯设备以及其他勤监侦设备，而且开放式的系统架构也允许其使用第三方承载，这意味着幽灵鲨能不断适应未来的现代化战争。此外，报道还称，幽灵鲨还具有轻量化设施，在执行安全运输任务时更具有弹性，且与造价高昂、生产周期长的传统潜艇相比，幽灵鲨制造成本更低，其结构材料由海用铝和玻璃纤维等商业材料组成，并使用市售压力容器来保护导航、通讯和电池系统，减少了对昂贵专用材料或造船厂的依赖。总之，这种创新的生产模式让幽灵鲨具备快速量产的潜力，可以满足美国及其盟友海军日益增长的需求。目前，安杜里尔公司也在美国罗德岛州设立生产设施，预计每年可生产数十台幽灵鲨。美国海军的水下作战将开启新的篇章。12月7日，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为第27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阿肯色号举行了命名仪式。据悉，该艇于2022年11月19日铺设龙骨，是弗吉尼亚级潜艇第4批次9号艇。目前，该批次已有5艘艇在役，相较于前3批次，第4批的基础设计进行了调整，重点降低了总拥有成本和通过增加了潜艇的组件生命周期，如将潜艇全寿期内的大修间隔时间从6至8个月延长至9个月，大修次数从4次减少至3次，部署周期从14个增加至15个，提升了潜艇的全寿期部署能力。美国空军在佛州严德尔空军基地进行了名为“化生放核”的演训。演训内容为假设基地遭遇化学战剂、生物战剂、放射性物质与核子武器爆裂物等 CBRN 威胁后， F-35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快速反应和清除能力，以此来提高飞行员的战备状态。据悉，美军 F-35飞行员的防生化服包括连勤面罩、防生化空气过滤器、通讯装置、防生化袜及用双面胶贴在手腕上的手套，同时还配备有过滤式吹风管，以保护飞行员在走向飞机途中免受生化污染物的侵害。由于整套设备重达 6.8 公斤，因此为了避免飞行员在驾驶舱内操作失误，美空军制定了严格的操作流程。尽管按美军规范，类似演训只需每3年执行一次，但随着潜在威胁持续增长，严德尔基地正计划将演训频率提升为每季1次，借此让更多飞行员获得实务经验，确保新式防护装备操作经验能持续精进，进而维系战备能量，有效克服对手威胁。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若是让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朝鲜部队来一场对决，谁会赢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